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可以说是极度重要的深度分析。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过去这10年，台湾的捷运系统其实发生了2件大事，对吧？一个是2014年的郑捷案，另一个就是10年后的台中捷运伤人案。那今天呢，我们会再加入第3个案例，这是一个我们基于现实趋势所推演出来的一个虚构案例，我们叫它张文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探讨这类犯罪未来可能会怎么演化。所以说这3件事它不只是社会新闻而已，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社会底下可能藏着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就会从画面上这5个层面一步一步拆解这些悲剧，然后试着从里面找到一些线索跟反思。好，那在我们深入去挖那个为什么之前呢，要先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对吧？这3起案件呢，其实在时间、地点跟背景上都有一些很惊人的巧合，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一下。OK， 首先我们回到2014年的5月21号郑捷案，这个案子真的可以说是台湾社会集体创伤的一个起点，整个过程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你看时间下午4点24分，郑捷他算得非常准，他抓准了北捷板南线从龙山寺到江子翠这一段，这是整条线最长的站间距离。这代表什么？代表整3分钟列车是不会停的，车门也不会开，这就变成一个移动的密室，对吧？然后就在这短短2分钟内，它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重伤亡。一直要等到列车到站，那些吓坏的乘客冲出来，他才被保全跟民众一起制服。好，时间快转10年，来到2024年，场景换到台中捷运，一样也是在列车行进间的攻击，但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个攻击才刚开始，车厢里面好几个乘客，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长发哥，还有健身教练，他们几乎是本能反应，就直接冲上去跟他搏斗了。从亮刀到被压制，前后根本不到1分钟，这跟10年前那种恐慌逃窜，真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无名英雄，伤害才能降到最低。我觉得这真的展现出我们社会在面对恐惧的时候，一种很了不起的韧性。再来就是我们推演的这个2025年张文案，各位，这完全是另一个层级的威胁咯。它已经不是单纯的车厢攻击，而是一场持续好几个小时、横跨好几个地点的，可以说是准恐怖攻击。你看它的步骤，它先在中山区到处放火，目的是什么？瘫痪分散警力，然后跑到人最多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丢烟雾弹，制造恐慌，封锁出口，还刺杀了想去制止他的民众。接下来，他利用地下街超复杂的动线逃跑，再发动第2波攻击。整个过程那个计划的缜密程度，说真的，已经完全超过了个人犯罪的范畴。所以我们把这3起事件的伤亡人数加总起来，看到的是一个很冰冷的数字：8个人死亡，34个人受伤。但我们都知道，这真的不只是数字，对吧？这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还有一道道很难愈合的社会伤痕。而这也迫使我们必须去问下一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了。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深入来探讨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对吧？这肯定是所有人心里最大的疑问。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在他们的人生轨迹里面，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辨识出来的共通点？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被我们错过了警讯？他们是天生的恶魔吗？是失控的疯子吗？还是他们其实也曾经是我们身边那些很沉默的普通人？ OK， 我们直接把这3个案子的凶险背景摊开来看，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很惊人的共通点，但也有关键的差异。你看年龄都落在20到30岁之间，差不多都是人生刚要起步的阶段，职业嘛各不相同。好，重点来咯，你看社会连结这一栏，这3个人都呈现出一个非常致命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孤立。郑捷跟家里很疏离，钟捷的红贤
因为压力太大，实习就中断了，等于脱离了他原本的支持系统。那张文呢，更严重，自己一个人住，跟过去的朋友同学完全失联。他们3个人都处在一个可以说是社会支持真空的状态。那精神状态呢？虽然洪贤有就诊记录，但郑捷在法律上是被认定正常的。张文的动机又沉迷，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不能很简单的把问题就丢给精神疾病这4个字。真正危险的，其实是当一个人从整个社会网络里面被抛出去的时候。好，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画面上这句话，台湾人欠郑捷一个公道，这是警方在我们虚构的张文案里面在他的电脑里发现的搜寻记录。这句话真的可以说是解开后续模仿效应的一组魔鬼密码。他非常赤裸地揭示了郑捷的行为在某些很孤立、思想又很极端的人心里是怎么样被扭曲、被美化，甚至被当成一种典范在崇拜。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第一起悲剧是怎么样像病毒一样在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慢慢扩散出去的。好，我们了解了人之后，接着就来看事，也就是说他们具体的犯案手法是怎么样。其实一个人选择用什么武器，他怎么执行计划，这些细节都能反推出来他犯罪心态的演进，还有他对这个社会的仇恨到底有多深。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光是看到这张武器的比较表，说真的就让人有点不寒而栗。你看，从郑捷在超市随手买了1把刀，到终结洪贤预备的3把刀，然后再到张文，那根本不是武器，那是一个移动军火库了吧？4把刀，24颗烟雾弹，12瓶汽油弹，这很明显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火力升级的趋势。这不只是代表他准备得更缜密而已更代表这个凶嫌的目标已经从单纯的伤人演变成要制造最大程度的社会恐慌跟破坏。如果说郑捷跟洪贤的犯难还比较像是单点突发式的攻击，那张文的计划就完全是另一个概念了。这根本就是一场经过沙盘推演的城市游击战。你看他的计划，他先用纵火去调动警力，再用烟雾弹制造恐慌，他甚至还规划了备用方案，跟多达5次的变装。他根本是把犯罪当成一场战争在打。这种战术化的思维是过去2起真实案件里面从来没看过的。这也代表我们的反恐、我们的维安体系正在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好，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条贯穿这10年的黑暗线索，那就是模仿效应。你看，终结的洪贤刻意挑在郑捷案10周年那天犯难，这个时间点的选择绝对不是巧合。而我们推演的张文更是把郑捷当成偶像在研究，反复去看他的相关文章。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郑捷案已经很悲剧地形成了一种犯罪脚本。他为后来那些跟社会脱节、心里有很多不满的人提供了一个宣泄暴力、报复社会的 SOP。OK， 一场悲剧发生之后，整个社会的反应往往最能看出我们的韧性在哪里，还有我们的脆弱点在哪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3起案件发生之后，从现场的民众到政府单位，整个社会是怎么应对的。这里面有看到光辉的一面，但也有很严重的警讯。从这张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演进，从一开始的被动到后来的主动，再到最后的系统时令。你看2014年大家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反应是恐慌逃窜，这很正常。时间来到2024年的终结案，10年过去了，整个社会好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所以乘客们选择的是反击。这是公民勇气的展现，说真的非常了不起。但是到了我们推演的2025年张文案，我们却看到了最糟的状况。不只是民众惊慌，更致命的是什么？是作为城市安全第一道防线的监视器系统，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坏掉了。这就直接导致警方错失了追捕的黄金时间，让整个悲剧扩大。这绝对是一个不能被容忍的严重警讯。不过就算在这么深的黑暗里面，我们总还是能看到人性的光辉。画面上这句话，我们自己有能力给需要的人就好了。这是终结案里面那位被砍到重伤、一度命危的17岁少年的父亲他说的话。他在婉拒慰问金的时候，选择把这笔钱用儿子的名义捐出去。
你想想看，在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创伤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社会上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份胸襟跟善意，真的代表了台湾社会在面对创伤时那种很强大的想要互相扶持的温暖力量。好，分析了这么多，来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了。我们回头看这些悲剧，除了哀悼，除了愤怒之外，我们到底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下一班失速列车的出现？我们把它总结起来看呢，这3起案件其实浮现了4个共同的警讯。第一个就是社会孤立，我们看到这3位凶嫌都像是社会的孤岛一样。第二，网络影响，特别是在张文案里面，网络变成他犯罪计划的温床。第三，欲请失灵，比方说郑捷在犯案前就跟同学透露过，但这些讯号最后都被当成玩笑忽略掉了。第四个就是难以排解的心理压力，不管他们有没有精神病的诊断，他们都在生活中遇到了自己过不去的坎。这张图就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犯罪进化。你看，郑捷和洪贤的计划缜密度相对是比较低的，比较像是个人情绪的一次性爆发，但是张文的计划缜密度几乎是指数级的增长。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无差别攻击这种犯罪形态正在变得越来越难预防。我们未来要面对的可能不再只是一个失控的个体，而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我们所有人的袭击。所以这真的不是单靠多派几个警察或多装几支监视器就能解决的问题。这3起案件的凶嫌，他们在最后坠落之前，其实都是从我们整个社会的网络中一点一点滑落的，从家庭、学校、职场到整个社区。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张更绵密、更坚固的社会安全网，从更普及的心理健康支持，到更温暖的社区关怀，再到更灵敏的预警系统，去接住这些可能正在坠落的人，在他们彻底掉进深渊之前，就把他们接住。所以最后，我也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除了第一时间的谴责、感到害怕，然后慢慢淡忘之外，身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这3个案例中看到了从个人情绪爆发到战术化攻击的这种犯罪进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从恐慌到勇敢反击的公民韧性。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社会孤立是这所有悲剧背后一个共同的病灶。这也提醒我们，面对这样的悲剧，除了强化硬体防御之外，去建构一张更强韧的社会安全网，或许才是更根本的解放。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